琴晚咧又係漏夜咧，特登整翻呢段影片。琴日又有發生啲金融大事啦，係啦，都知大家想知道發生咩事。瑞信嘅股價琴日咧連續第2日創下呢個歷史新低，盤中咧最高跌幅係去到31%，成個瑞士信貸啊喺星期三個市值咧跌咗近1/4，股價咧跌到去歷史新低。除咗 CS 之外，琴晚幾間歐洲嘅大行咧股價都大跌 ，BNP Paribas 佢跌咗10%，Société 跌咗12%，ING Barclays 跌咗8%，Deutsche Bank 跌咗9%。好，睇一睇呢個時間線先。我哋首先移去中間睇一睇，3月14號星期2啊 ，Credit Suisse 咧佢發布咗佢嘅年度報告，而且承認咗咧佢哋有呢個 material weaknesses， 即係重大嘅缺陷啊。呢個重大嘅缺陷咧，如果睇清楚啲咧，其實係表示佢哋咧未能有效咁樣咧控制佢哋內部嘅財務報告，即係話咩咧？即係話佢哋嘅管理層未能可以充分咁樣識別翻喺佢哋嘅財務報表裏面嘅潛在風險。PwC 作為佢哋嘅會計審核嘅公司啦，亦都對銀行嘅管治效能咧俾出一個負面嘅評價。矛頭都係一樣啦，直指呢間銀行咧對佢哋嘅財務報表冇一個有效嘅 control。咁其實瑞信咧近年都被爆出咧唔同嘅醜聞㗎啦。咁就係瑞信咧單喺上一年咧第4季就已經流出咗120個 billion 嘅美金嘅資金，仲未計佢哋過去幾年有好多嘅醜聞發生啦。咁我一陣再講多少少。而呢個資金嘅流出咧，亦都觸及咗監管機構要求佢哋持有嘅最低嘅流動資產，即係資金流出太多，佢哋本身流作落嚟做呢個流動資本嘅資產咧係大幅減少。公布財報嗰一日咧，佢哋同時亦都 confirm 咗，去到今日即係咧佢嘅財報係第4季㗎嘛上年，咁但係今日咧已經係3月中啦，即係第1季啦，都接近尾聲。佢哋話去到今日咧呢個資金嘅流走咧，其實呢件事咧就唔係星期2先開始發生嘅，喺早起咧1個月之前2月9號咧已經有啲嘢發生㗎啦。2月9號其實就係 Credit Suisse 本身佢要公布佢嘅年度報告嘅嗰一日，但係咧同一日美國嘅證監咧就打咗個電話俾佢哋，內容咧主要都係對佢哋嘅財務報表上面咧繼續有一個疑問，咁所以咧佢哋決定推遲咧發布佢哋個年度報告咧成1個月咁多。睇翻佢星期2公布嘅業績咧，2022年佢全年嘅 net loss 咧係講緊7.3個 billion 嘅稅 loss，即係講緊大約7.84個 billion 嘅美金，相比起上一年咧大跌350%。而2022年嘅每股盈餘即係 EPS 咧就跌到去負2.18，相比起上年同期咧跌咗55%。其實呢份財報咧講緊瑞信咧自2008年咧全球金融危機以嚟咧最大嘅年度虧損，而佢哋都認衰嘅。隨住咧喺咁多醜聞發生啦，然後咧個利潤又唔好嘅時候咧，佢哋都自己識做㗎啦，取消晒咧佢哋管理層嘅年度嘅 bonus 獎金啦。鑑於咧成間銀行佢整體嘅財務業績唔好啊，淨係講緊佢董事長都自願放棄價值150萬瑞士法郎嘅股票獎金。不過依家講翻呢啲股票獎金，可能都唔係好值錢，跌咗咁多之後，即係百幾萬，可能得翻幾十萬嘅啫。而去到星期3月15號咧，瑞信嘅其中一個最大嘅 shareholders 啦 ，Saudi National Bank 咧，佢哋咧其實喺上年啊，瑞信出現咗問題之後咧，當時10月份咧，我都有出呢段影片嘅。當時咧 Saudi 呢個 National Bank 咧，佢哋就注資咗4.2個 B， 成為咧 CS 最大嘅股東之一。依家咧係擁有9.9% 瑞士信貸嘅股權。咁因為咧當時咧Credit Suisse 係好需要錢啦，咁佢周圍去 raise 呢個 capital，咁其中一個咧可以成功即係叫咗佢幫手咧，就係呢個 Saudi National。而星期3咧大跌嘅主要原因咧，就係依間 Saudi 佢唔想再投資落去咧，究竟係咩監管嘅問題咧？咁我呢度講多少少啦。呢度嘅重點咧就係 UBO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啦，喺銀行界一個好 common 嘅嘢嚟嘅。就係咧你每一次接收一個客戶嘅時候咧，銀行都係被要求咧去對佢哋客戶咧進行一個盡職調查，即係 KYC 啦。咁喺 KYC 嘅過程裏面咧，佢哋要對一啲主要嘅股東咧進行一啲更嚴格喺監管上面所要求嘅搜集一啲多啲嘅資料啦，即係要好清楚佢背後呢個作為大股東，佢嘅背後係咩嘢公司，係咩人咧？呢個人有冇洗過黑錢咧？有冇啲犯罪記錄啦？或者一啲即係被國際制裁緊啦，等等嘅嘢啦。主要嘅股權持有人咧，喺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唔同嘅監管嘅要求啦。可能有啲國家係高啲低啲，但係咧整體嚟講，即係譬如包括歐洲啊或者美國咁啦。如果你 hit 咗10%咧，你就係佢哋嘅 UBO 啦。咁而 UBO 嘅呢樣嘢咧，即係話佢要再 drill down去到睇一睇呢間 Saudi National Bank 背後佢嘅股東嘅資料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 Saudi National Bank 咧，琴日喺路透社嗰個 interview
interview 咧，其實佢係好聰明嘅。我有走去睇個 interview 啦，佢答得咧係好有技巧。佢冇直接指出點解佢唔想再擺錢落去，但係佢一推就推咗一個最重要嘅原因。佢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監管問題，佢哋冇意成為呢個大嘅股東，亦即係冇意思變成10% 以上嘅股東，成為咗呢個主要股東之後咧，你就要查下我背後 UBO 係咩啦。咁我就唔想跟呢一啲咁嘅規矩，我亦都唔想咧你哋嘅瑞士啊或者美國啊或者我嘅國家即係沙地阿拉伯咧都要我咧重新跟一套新嘅監管規則。但係咧，琴日呢個路透社嘅訪問咧一出街之後咧，成個市場係好大反應，因為佢哋一聽到最大嘅股東之一 SMB 咧都唔再擺錢落去嘅時候，咁佢哋個 liquidity 咪又有問題咯。重新咧就引起啲投資者嘅注意，係咪就係 SVB 嘅翻版咧？係咪同上個星期 SVB 一樣發生咧全球嘅銀行體系上面咧令人最擔心嘅資本流動性嘅問題咧？呢度係一定有部分上邊嘅關係，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諗法。事實歐洲嘅銀行亦都持有大量嘅債券，而佢哋嘅債券嘅票面面值咧，亦都因為呢個利率上升咧而受到重創。上次呢段影片咧就解釋咗喺2021年啊、2020年嘅時候咧，仲係做緊大 QE 啊，即係呢個量化寬鬆嘅時候咧，因為好多銀行都資金充裕，佢哋就攞咗好多錢咧投資喺一啲遠期嘅債券，但係一個加息期之下咧，新債嘅收益率咧就比舊債吸引好多，所以造成好多投資者就因為新嘅債更加吸引，佢哋就拋售咧手頭上嘅舊發行嘅債券，就算未到期佢哋都拋售，而咁樣就令到1-2年前咧，當時已經發行咗嘅國債咧嘅債價係急跌。其實銀行咧未賣手頭上呢啲債券咧，佢哋可以唔係叫做一個 realized 嘅 losses， 即係我都未埋單，咁咪未計數咯，只係帳面上面咧有一個 losses 嘅啫。講緊咧美資銀行裡面咧已經總共有6200億呢啲咁大嘅帳面上面嘅損失，我叫佢哋咧就係一個大黑漏洞，而呢啲帳面嘅損失喺銀行面對一個資本流動性嘅問題嘅時候咧，逼住佢哋要賣出呢啲國債嘅話咧，佢就變成咧一個真係 realize 咗、真係 confirm 咗嘅損失啦。咁如果你問我 CS 當然啦，都係面對緊同一樣嘅債價下跌嘅問題，但係咧佢其實咧有更大嘅麻煩咧，大部分其實係佢自己攞嚟。咁我過去咁多年嚟啦，涉及一啲唔同嘅 scandal、賄賂啦、洗錢啦、逃稅啦、企業間諜活動啦，仲有一啲風險管理嘅問題等等嘅醜聞咧。咁多年嚟咧，見到 CS 咧，因為呢啲咁嘅醜聞啊，都賠咗好多錢，輸咗好多錢，甚至咧係有員工要去坐監等等啦。呢啲咁嘅唔好嘅醜聞，亦都引嚟咧客戶咧，其實慢慢都離開緊佢，即係慢慢都走啊啲錢，因為擺喺其他咧更加有信譽或者更加穩定嘅銀行裏面，令到佢哋存款率咧就大跌。但係同美國嘅 SVB 銀行唔一樣 ，CS 嘅客戶咧唔係一日裏面咧先失去信心喎，而係逐步咁樣失去信心。但係呢個拎錢啊攞錢出嚟嘅速度咧，喺上年10月，瑞信咧經歷咗呢個即係一個危機啦。當時係一個 CDS， 我有做一段影片嘅，如果你哋有興趣可以睇一睇。當時咧有提到 CDS 嘅問題，所以咧其實呢個問題咧可以追溯到過去1年左右啦。而10月咧就係加劇咗，而喺3月份咧喺佢哋出完財報同埋投資者決定唔再加錢去投資之後咧，咁成件事就爆咗出嚟啦。CDS Credit Default Swap 即係信用違約互換交易，咁呢一個係一個衍生交易嘅產品，佢 underlying 咧係針對某一啲特定嘅資產嘅違約啦，作出一個保險形式嘅保護。簡單一講句 ，CDS 咧就係好似保險咁。如果你買中某類型嘅資產升咗值嘅話，因為你買咗保險啦，你嘅利潤咧就要扣翻你個保費啦，所以又會少咗。但係咧同樣，如果你買錯方向跌咗嘅話咧，因為你又有保險啦，你輸嘅錢咧就輸少咗啦。上年10月嘅時候咧，瑞信被爆出佢哋銀行可能會出現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嘅 CDS 咧已經升到去550個點子。簡單講句咧，呢個 CDS 嘅點子急升到550個點子。但係咧呢一個事隔幾個月，件事咧不但冇平息啦，喺3月頭開始咧，當時仲係350個點子嘅啫，咁已經咧喺星期3咧升到去565個點子，即係代表又係創出咧自10月以嚟咧最高位。即係話咧投資者睇跌嘅情緒咧係急劇升溫。簡單講句咧，呢個 CDS 嘅點子越貴嘅話，即係咧佢個保費越貴啦。你保費真係好似揸車咁喎，喂，點解你個車保咁貴啊？因為咧可能你出過意外啦，因為你以前 claim 過保險啦，
啦，所以咧就貴啲咯你個保費。所以對投資者嚟講，你個 CDS 個點子越高嘅話，即係咧代表我對你個信心咧就越嚟越低。另外 CS 嘅問題頭先有提到啦 ，Saudi National Bank 咧，即係我可以講多少少我嘅睇法。我其實自己覺得問題唔係大嘅，佢又唔係 sit 喺個 board 裏面，佢日常營運呢間銀行嘅人。簡單嚟講，佢只不過係一個投資者，咁你有投資價值，我咪投資多啲咯。咁我唔想成為呢個主要股東，唔想過10%。咁我睇過成個 interview，其實冇乜真係一個好大嘅，我覺得出事嘅一句説話咯。但係其實我自己睇翻咧，市場佢解讀係有啲過於緊張，然後又將啲頭條咧寫為Saudi National Bank 咧唔幫 CS 啦 ，CS 會冇晒資金營運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嘩眾取寵咁樣咯。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佢答得幾醒目嘅，因為咧你淨係講啲 regulatory 嘅 issue 啊，即係佢唔想被監管啦咁多嘅嘢啦。其實呢個主持人就唔會再問落去，咁佢又唔需要再答。我覺得銀行表現唔好，佢管理層咧又唔好，乜乜唔好，即係佢唔使再講其他嘢。一個原因咧，塞住嗰個主持人把口噶啦。種種嘅問題嚟講咧，我較留心咧就係銀行嘅 capital liquidity， 即係佢個資金流動性嘅問題。一講到資金流動性咧，歐資銀行咧，我會睇呢個 LCR， 即係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啊，流動性覆蓋率。呢個 LCR 咧係用嚟衡量呢間公司有冇準備好去應對咧客戶突然間大量提款啊擠提時候咧，佢哋可以應對呢個突發事件嘅能力有幾高咧？咁睇翻呢個 LCR 咧，喺第三季嘅時候，當時仲係192%，而喺星期二嘅時候，公司咧就表示咗啦，截至去到3月14號咧，其實佢哋嘅 LCR 咧，因為客戶大量提款咧，已經降到去154%。所以對我嚟講，呢個係引致 CS 今次大跌啦、崩盤啦最大嘅敏感位。咁究竟154%係代表啲咩咧？咁呢度咧就要講下呢個巴塞爾協議啦，即係 Basel 3同埋4。咁呢個咧係一個國際監管嘅協議，咁做銀行嘅人應該好熟噶啦。呢個係自09年咧呢個金融海嘯發生之後改革咗之後嘅監管條款嚟嘅，目的咧就係要通過咧要求銀行係維持一定嘅槓桿率咧，去保持咧一定水平嘅儲備資本，去降低咧國際銀行業裡面嘅風險。而呢個流動性覆蓋率咧 LCR 咧就係呢個巴塞協議裡面最重要組成嘅部分之一。咁咧攞嚟衡量下咧，呢啲銀行面對衝擊同埋維持穩定嘅能力係有幾高。裡面咧就要求銀行咧要持有一啲優質嘅流動資產，即係 HQLA（High Quality Liquid Asset）。然後咧就再睇下咧，佢30日裡面呢個財務壓力期間咧，佢嘅淨現金流出之下咧，佢哋個比率咧有幾高。咁 HQLA 咧就由1級啊、2A 啊、2B 級嘅唔同嘅資產組成啦。不過太多啦，我淨係講1級俾你哋聽。咁你就大約知乜嘢嘅資產對銀行嚟講先係優質嘅資產咧？第一當然係現金啦，現金咧係一個最高 liquidity 嘅資產。第二就係國庫債券啊、國債或者存款證啊、債券啊、股票，甚至係 ETF 或者係 mutual fund 等等。High quality 嘅重點即係話佢哋可以好快速啦、好輕鬆咁樣轉翻為現金，而且佢哋喺轉為現金時候咧，佢嘅價值損失咧唔會太大。而根據巴塞3嘅協議咧，最低嘅對銀行嘅 LQR 嘅要求咧係100%。呢度意思即係話銀行嘅優質流動資產嘅存量必須要等於或者係大於佢可以咧喺30日裡面壓力情景出現下所預計到嘅淨現金流出量啦。咁其實咧，如果你話睇翻呢個 CS 啦，154%其實係遠高於100% 監管上面所要求嘅，而且的確係歐洲銀行裡面最高嘅之一。但係因為上年有大量嘅存款流出啦，但係因為淨係喺2022年 CS 咧已經面對緊1230億瑞士法郎嘅淨現金流出，所以咧就令到佢呢個 LCR 咧喺短期裡面咧突然大跌啦。咁其實睇一睇其他歐洲 bank 啦 Deutsche Bank 咧係133%，Barclays 咧係165%。咁關於呢個流動性嘅問題咧，都可以同你哋睇一睇多一個字，就係 leverage exposure 啦。因為咧瑞銀喺好多人提錢嘅時候，佢就動用咗好多佢嘅流動性儲備啦，即係有啲 high quality 嘅儲備嚟抵禦咧呢啲咁嘅存款戶去提錢大幅走資。而銀行因為咁樣，亦都根據 Basel 嘅要求啦，就喺2022年咧大幅減少咗佢哋喺2022年嘅槓桿數字啦，比率大跌26.8%。而喺佢呢個財務報表裏面都清楚指出，佢哋
哋個 balance sheet 減少嘅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嘅 HQLA 咧降低咗，而銀行咧持有嘅現金咧亦都大幅減少，令到佢哋嘅 HQLA 咧都減少咗。所以嚟講咧，佢哋資金流動性的確係面對一個好嚴峻嘅挑戰，攞錢嘅人咧實在太多，而資金咧亦都太大啦。即係睇翻佢整個嘅系統啦，即係佢事實上有自己將佢哋個 leverage 嘅 exposure 咧，即係一啲高風險有槓桿成分嘅資產咧，已經大幅減少。呢個 leverage exposure 咧就唔係 HQLA 嚟，佢哋將佢減少係根據咧 Basel 嘅要求啦。咁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好努力咁樣維持緊佢哋嘅 LCR。所以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琴日夜晚咧最後瑞士嘅監管機構啦 FINMA 同埋咧呢個瑞士國家銀行 SNB 咧，琴晚咧係出咗一個支持嘅聲明。佢哋就斷言啦，美國某啲銀行嘅問題咧絕對唔會喺瑞士嘅金融市場裏面咧構成一個直接蔓延嘅風險。嗱，佢話係直接蔓延，即係因為唔係直接，可能有間接嘅，咁但係唔係一個主因啦。咁呢個我認同嘅。而適用於咧呢個瑞士金融機構嘅嚴格資本同埋流動性嘅要求咧，已經確保佢哋嘅銀行咧嘅穩定性㗎啦。而 FINMA 同埋 SNB 咧亦都指出 CS 咧已經滿足咗監管所要求佢哋嘅資本同埋流動性嘅要求㗎啦。所以如果有真係你已經 meet 咗佢哋嘅 requirement，如果有需要嘅話咧，瑞士嘅央行咧將會向呢個瑞信咧提供呢個流動性。呢個咧即係指佢哋對 CS 嘅 LCR 係滿意嘅。咁當然啦，同時間佢哋都真係承受唔到咧失去瑞士金融中心嘅地位。咁所以咧絕對不能倒下呢個 CS。而最新咧亦都指出，瑞士嘅國家銀行咧會借出54個 billion 咧俾 CS 作為呢個資金嘅緩衝。咁你可能就會問啦，SVB 係大件事啲啊，定係 CS 大件事啲咧？咁呢度可以講多少少俾你聽啦。呢個 SVB 咧係一間美國嘅銀行，Basel 3同4咧其實就唔係 apply 喺 SVB 嘅，亦都唔會 apply 喺另外嗰兩間倒閉咗嘅銀行 Signature Bank 同埋 Silvergate Bank。呢啲嘅美國銀行咧都係淨係跟 FDIC 美國嘅要求嘅啫，而佢哋美國嘅要求咧係比 Basel 要求係更低嘅。點解要咁低咧？咪就係美國想刺激更多嘅資金流動性啦。當時候咁喺幾年前咧 Donald Trump 咧係真係簽咗一個俾中小型銀行 liquidity 咧降低佢哋要求嘅一個行政指令嘅。咁所以咧呢兩日咧係多咗好多呢啲市場上面嘅消息啦，就指責 Donald Trump 當時嗰個行動係導致到 SVB 呢個事件發生嘅重要原因之一。咁所以總括嚟講咧 SVB 嘅事件咧係比 CS 嚴重得多。咁不過咧同樣我嘅擔心都係咧 CS 係本身一間係算係質量低嘅銀行啦。咁呢個銀行依家面對緊呢個加息嘅影響之下，而咁多質量低嘅銀行同時要面對加息影響之下嘅惡劣環境，佢哋嘅生存能力咧其實係好有限。咁政府可以救得一間，但係可唔可以同時救好多間呢？咁如果同時救好多間，佢要幾多錢呢？暫時嚟講，瑞士政府同埋美國政府咧都係用緊同一個方法，就係安撫大眾，希望大家喺個市場上面咧唔好引起呢個恐慌先，因為咧咁樣就係最重要，令到咧啲人唔會恐慌性咧跑去銀行度要擠提攞錢。但係我自己睇啦，可能呢啲中小型銀行爆煲嘅，咁我自己睇啦，可能未來幾個月可能會更加多呢啲咁嘅中小型銀行咧會有呢個資金流動性嘅問題，亦都有一個爆煲嘅危機。隨住咁多嘅銀行都要政府援助俾錢去增加佢流動性嘅話，政府啲錢又喺邊度嚟呢？係咪要再做多啲 QE 印多啲錢呢？咁啊，以前唔同嘅影片啊有講過，即係呢個債務嘅問題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咁 QE 所引發之下嘅通脹問題又唔加息嘅話，呢個量化寬鬆 QE 印銀紙真係做咗嘅話，又會引發呢個通脹嘅問題喎。你通脹又唔俾我加息，因為加息咧會打擊呢個銀行系統，所以我真係認同嘅。喺未來嘅幾個月啦，呢個咁 critical 嘅時間，真係有機會有更多呢啲咁嘅邊緣銀行、問題銀行嘅事件咧會再爆出嚟。咁啊，韓國咧最近就都聽到好多消息，就係佢哋央行咧不停咁樣要求啲銀行咧即刻查下佢哋嘅壓力測試點，佢嘅資本要求點樣。我諗唔單止韓國嘅，咁全世界嘅銀行咧都做緊同一樣嘢。咁啊，希望喺爆煲之前咧就揾到你出嚟，因為咧韓國加息都係加得好誇張嘅一個國家喺2022年，即係大家都要好小心處理啦。咁作為投資者喺你投資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課。咁我呢個課程裏面咧，其實有教大家點樣睇一啲財務嘅數據啊，點樣睇年報啊，甚至係股票嘅估值模型，有教到你哋點樣做噶啦。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睇下啦。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今次嘅 CS 爆煲會唔會蔓延到去整個嘅歐洲市場，再咧席捲成為一個金融風暴呢？另外咧有樣好笑嘅嘢，我見咗一個好得意嘅留言啊！佢問我咧，我個右邊 pat pat 係咪生線？我笑咗好耐啊！佢話咧佢有家傳秘方，你可以幫到我，叫我聯絡佢。
咁咧呢度開估啦，究竟你哋成日見到我隻手喺下面喐下喐下咧，喺度做咩咧？咁我而家攞出嚟呢個係咩咧？呢個係 keyboard。其實咧喺我錄影嘅前面咧係個讀字機啊，我用呢個 keyboard 咧係一路撳下去下一行，去下一行，咁咧我就可以跟住我個稿咧去繼續講解。咁我呢度咧解決到呢個觀眾嘅問題咧，咁呢度認認真真咁答你，我冇 pat pat 生錢。好，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